普总统要用什么样的高招来处理美债问题呢？今天带你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首先，我要来跟川普总统道歉。过去呢，我以为他就是一个狂人，他就是一个疯子，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历史定位，然后做出一些让人觉得不可置信的事。但是，我们来看到他近来如何一步一步周延的设一个大局，既能赚自己的钱，又能维持美元霸权，你不得不甘拜下风。原来他人笑我太疯癫，是我们看不穿呐。川普其实是个天才。好，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哪里看起？我们就要带您看他最近呢是怎么透过他非常缜密的筹划，在救美债市场，在救美元霸权。好，首先我们要先从一场可能只有币圈的人知道它很重要的一场这个聚会了哦。这个聚会呢，其实世界上我去搜寻了一下，这个各重要的一些国际媒体啊，其实报道的也没那么样的多。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5月27号到5月29号有一场非常重要的2025的比特币大会。冠盖云集啊，哇，大咖都来了，但是报道的很少，因为大家觉得，哎呀，就是比特币嘛，对吧？有什么好报道的？我们来看，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川普要利用比特币，要挽救他的美债市场。然后你就觉得这两个事情有办法在一起吗？他们是有办法放在一起讲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它背后是怎么样盘算。好，这场大会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范斯来了，然后你看到了有这个比特币耶稣之称的这个微策略的一个创办人啊，这个赛勒他也来了。哇，这个微策略很神奇的一家公司，我们待会再讲哦。好，那微策略啊，简单告诉大家，微策略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吧？本业不做，跑去买了一大堆比特币，然后呢，就此它的股价水涨船高，什么都不用做，我就买比特币，我这家公司就好赚钱。好，那这个人也来了，然后呢，哇，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币圈的一个大佬都来到了现场哦。那大家就说了，哇，好，那这场会重点在哪里？这场会议很重要的是呢，当然还是都在讲比特币未来的前景。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会议当中大家讨论了很多稳定币法案，如果一旦正式通过上路了之后，对于比特币会有什么样的加成？又插上了翅膀吗？好，那我们就来看到稳定币在这一次的比特币的一个这个峰会当中谈论的很多。稳定币呢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讲啊，很多人会觉得炒币很像是一种歪风，会这样定义它。但是呢，稳定币的一个横空出世呢，就让大家觉得加密货币也是有值得信赖的稳定币。顾名思义，它很稳定。好，那怎么个稳定法呢？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稳定币它直接连接美元，它就是1块钱的美元就1块钱的稳定币，它的一个币值是让你觉得很稳定，会让你觉得很安心，不像那个比特币上冲下洗云霄飞车，或者是像一些小币上冲下洗，那云霄飞车更是乘以2乘以3。好，那稳定币像顾名思义它比较稳定，那于是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桥梁的概念。你要去买这些加密货币比较云霄飞车型的，那你要怎么把它换到实体世界的金融机构？那你可能过渡，你把它换成稳定币，那你放在稳定币也可以，亦或是你要从稳定币呢换成美元现金也可以，所以它就是那个桥梁，相较比较稳定。好，那现在美国要通过的这个稳定币法案呢是什么概念呢？它就是直接规定你要发行稳定币可以，但是呢你就得要有对应的储备资产来支撑你的稳定币，不然你全部都纸上富贵嘛，对不对？你到时候要骗人，你被诈骗集团呐。所以呢，它这个稳定币的法案呢，就是明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管措施。那这个监管措施呢，就是要你有对应的高流通的金融资产，然后你才可以发行稳定币。你听起来很合理嘛，对吧？好了，重点来了。稳定币如何监管？他说你的储备资产呢，他给你限定，只有哪几样东西可以当成你要发行稳定币的资产。什么呢？好，当然首先美元现钞，再来呢，你可以是美元的活期存款，它都要你那个流动性很高，变现很快。因为呢，如果有人要把他的稳定币买回去换成现金，你要有钱给他，对吧？好，那美元现钞，美元的活期存款，再来重点来了。美国公债，
人家说国库券、美国公债，而且呢是要比较短天期的美国公债了，也是要那个变现比较快的哦。你太长天期不行哦。然后呢，大家就说了哦。这一绑定不得了，这一绑定你就看到了哇，川普在想的事情就串起来了。因为这个稳定币法案呢，也是川普一直希望让它通过的，他要把美国公债跟稳定币发行之背后的储备连结在一起。那你说，那我可以不要买公债啊？我就现金不行吗？可以，都行。但问题是，他给你这么多的选择当中，只有美国的公债。它殖利率很高啊，所以呢，如果我是这个稳定币的发行厂商，我一定要有储备，对吧？我与其放现金，我不如放公债啊，是吧？公债殖利率高啊，公债利息高，我就放在那个地方储备，我还可以有利息进账。我放在那个地方现金利息很低啊，所以呢，我选项摊在这个地方，你们自动就会选公债啊。于是乎，他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循环，就是我要发行这个稳定币，我就得要去买公债。好，所以呢，大家就算出来了说，它的那个供需会是成为什么样？就是你每发行1块钱的稳定币，你就会创造出0.09美元的美国公债的需求。也就是说，哎呀，太好了！原来你听到这里，你懂了吧？哈，原来是这样。他要推行稳定币，给你一个监管措施，让大家想要发行稳定币，你都给我去买公债，那我的公债就有人买啦！哎呀，太好了！所以呢，你就看到原来川普他背后打的算盘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于是乎我们就来看。那你说，大家都去买稳定币哦，这个会不会这个金融机构会被大提款？美元会被提出来，然后我要发行稳定币，我就通通拿去买这个美国公债嘛，会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会不会钱都从金融机构都离开啊？就像最近的状况，你看到美国的一个这个国债，他们的一个这个信评啊，这个政府的信评被从最高的一个这个 AAA 降评了嘛？那降评了之后呢，大家对于美元资产其实是存疑打问号的。所以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再加上美国政府的政策不稳定，你看到川普一下关税这样，一下那样，然后最近呢又要对什么这个哈佛大学下手，然后又这样那样，反正就是他这个很多事啊，很多事之秋。好，那你说一个国家多事之秋，然后你看到一个政府它的政策如此的摇摆不稳定，然后你再看到了因为关税导致很可能接下来的通膨，很可能经济的成长率没有那么高，这些都会让大家不愿意把钱停留在这个国家。于是乎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卖掉美元资产，离开远离美国，保小命要紧啊，远离美国以策安全，类似那样的概念。那他怎么样把钱给留下来呢？好，于是乎呢，大家就说了，这个川普造成的不稳定性，他又要透过加密货币来稳住它的美元霸权。因为如果大家钱都在远离美国，那你美元还什么霸权，对吧？你这个美国的美元的一个这个货币的一个这个神坛是不是要跌落那种概念？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利用这个加密货币，利用稳定币，利用绑住美国公债这样的一个这个绑在一起的一个螺旋呢，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他希望可以稳住他美元霸权。我们就来看，刚提到了他让稳定币的监管措施变成你必须要去买美债，然后呢当成你的储备嘛，所以呢你要发行稳定币，你就创造了美国公债需求。于是乎呢会有什么样的现象？稳定币的发行商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债的最大买家。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公债要发行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状况是，它在标售的时候没有人要买。长天期的一个这个美国公债，大家会觉得你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你要卖给我20年期公债，我怎么知道你20年后还是会今天美国这么厉害吗？还是呢，这20年后的美国已经被川普弄垮了呢？不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个长天期的公债大家是兴趣缺缺，短天期好，我就是偶尔买一下啊，多少买一下。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该买美国公债的人我都已经买满手了啦，所以呢，你还要我再拿钱出来买，好像很困难。但问题是现在美国欠很多钱，他很需要有人大量的购买他的公债，于是呢，找不到买家，我就创造一个。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法案，他就创造了一个未来美债最大买家，很可能会变成是稳定币，他就不用再看中国的脸色，不用再去求日本，也求爷爷告奶奶，你们买一点美国公债吧，哈，就不用。
稳定币你要发行是吧？大家都想发行 ，Meta 很想发行，你发行啊，你买很多公债就可以。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一个稳定币的发行呢，它重新要找回它美元的话语权。大家一直在讲美元的霸权，在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度越来越高的时候，美元霸权在动摇的。所以呢，我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又重新要在网络上。在虚拟货币、加密货币这个领域当中，又要创造它的美元霸权，因为你要发行稳定币，你就要拿美元当做你的储备，你就要拿美国的公债当成你的储备。哎呀，莫名其妙的，大家又满手美元了，因为我想要发行稳定币嘛，我就得要有那么多的美元，而且现在呢，这个稳定币的发行有99%。都是连结美元的，像现在的稳定币啊，最大的两个，一个是 USDT、USDC。好，那这两个，一个泰达币，一个 USDC。好，那这两个呢，最大的一个稳定币，它市占率高达99%，都是连结美国的。所以呢，它又透过这样的一个稳定币呢，又牢牢的把美元霸权握在手上了。再来一个是，对于传统来讲。不是应该共和党是那个保守的一个这个政党吗？所以怎么会去用这么新的加密货币这样的一个创新的金融技术呢？所以有人这样形容啊，川普呢用他一己之力啊，这个翻云覆雨啊，这个没有不好意思哦，翻云覆雨，然后呢颠覆了过去大家对于传统的左派右派的那种传统啊自由那样的一个想象不一样了。过去你觉得那种加密货币很创新金融技术，不是应该民主党在推动的吗？但是怎么是川普站出来邀请呐喊说我们来我们来，所以呢感觉他是把左派的创新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想法变成他右派的武器了，而且这个武器呢他握在手中哦，然后大家都感觉现在好像川普才是那个加密货币的救世主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或许这就是川普的盘算，他同时用加密货币去救了美元霸权，去救了整个美债的公债的市场。很有意思的，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他其实才是那个天才啊，外星人来的，是不是？不然怎么那么聪明哈？好，那这个其实加密货币呢，某种程度上。有人形容它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一个魔盒了。为什么这样说？大家说我们刚刚在介绍的一个这个 strategy， 就是这个微策略这家公司，它本来呢是一个做软体的一个开发商，本来是做数据分析，后来有一天呢，这创办人觉得我这边累死累活的，我还要去跟大厂竞争，我就买比特币就好了。所以呢，他现在买到不得了，他这个 MSTR 这家公司。现在本业不做了，也没有人想关心他本业在干嘛了。反正他只做一件事，无脑买进比特币。这个时候买也对，那个时候买也对，我随时随地，我只要有钱就买比特币，而我没钱也要买，因为没钱他发债继续买比特币。现在他手中比特币58万枚，哇，很多哎，那他就靠着他这些比特币赚大钱，他的股价呢翻了28倍，所以现在大家都想要复制他的这样的一个成功模式啊。特别呢，我们看到现在有好多上市公司都开始去大买比特币了，大概有上百家公司都买了一大堆比特币，大家都说我也要囤币。囤积比特币变成现在这个华尔街这些公司的一个王道显学了。好，那除了它之外呢，你看到我们刚刚特别在开宗明义告诉大家，川普呢他也要赚自己的钱，他是个商人总统，我帮国家赚钱，我也帮自己赚钱。所以呢，川普旗下现在很多公司也要买比特币，也开始发债筹钱，也要买比特币了。那类似这样的公司现在是越来越多，所以你就看到了以后的囤币好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流行，那流行之余，或许还可以赚到钱。所以你看，川普啊，现在虽然有很多人在质疑说，你要推动的这个稳定币的法案，其实是不是有一点中饱私囊？是不是有一点你没有利益回避？因为呢，你这个通过这个法案之后，你自己也可以赚大钱但对川普来讲，我也赚钱，我也为国家做事，有何不可？好，那这支持他的人讲这个话哦，那当然不支持他的人就觉得，你这个总统怎么可以赚自己的钱，中饱私囊？其实美国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支持他，觉得你可以赚你自己的钱，但同时间你只要为国家好就好。好，那讲回来，我们就来看到比特币到底接下来它的一个走势如何？最近当然表现很好嘛，对吧？但是呢，最近也出现很多乱象。你说买加密货币，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很风险啊，我的钱都在云端，对吧？那
怎么样？骇客入侵，我钱不就不见了吗？所以呢，冷钱包有各种加密，对不对？哦，怎么样？网络安全，我那防骇客，我保护我的钱包之类的。但问题是啊，现在出现了一个你防不胜防啊，你虚拟世界防得很好啊，你所有的保安做得很好啊。问题是现在呢，在国外出现了很多，他拿了一个扳手，他直接敲你脑袋，他知道你是这个比特币公司，你是加密货币公司的这个高级主管，他敲你脑袋说你现在。你就把你的比特币转到我的冷钱包，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我那个空中加密了老半天，我在这边敲一下，头好痛哦，就转给你，转给你。所以呢，现在看到了很多国外的状况还是这样。那到底怎么样杜绝这种现实世界中的暴力，好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可能要问我，那我手中的比特币呢？我现在要进场比特币吗？其实比特币最近其实蛮高的啦。这个以持盈保泰的想法来想，当然接下来它利多很多，但是呢，这个往上走也不是一触可及，也不是一飞冲天，所以它可能也是来来回回波浪形往上走。所以呢，最近这么高，或许呢，大家稍微调节一下，持盈保泰一下，下一回再有一些什么样的利空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回去承接，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好，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郑重的跟川普先生道歉。或许呢，他这个加密货币啊，稳定币连结美国公债需求这一招，真的可以把这个公债市场救起来，真的可以把美国的美元霸权牢牢握在手上，也不一定哦。那我们当然就是继续观察咯。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